突然之间，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一个人让我这么觉得，我这么的没有准备好。这个人就是你。小时候我们因为一次意外擦肩而过。走。小毛豆，我会回来找你的。长大之后，又因为一次意外而重逢。哇，你醒醒啊！但是我很珍惜这些意外。我想，也许我做的所有准备，就是为了让我再次遇见你。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做了一些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你以后能不能多研究一点吃的？那我以后天天做饭给你吃。你所谓的体面，是忽略了我所有的努力。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你至于对我发这么大的火吗？我不应该擅自插手你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不尊重你的行为。我自以为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却从来没有问过你需要什么。我以后不会再擅自插手你的事情，我会用你希望的方式去爱你。你愿意多给我一点时间去学习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是为了保护你，我都充满勇气。如果可以，我愿意用我余生的所有来守护你。没事吧？别担心啊。李渊，小心！这份勇气是你，是那个什么都可以说没问题的你给我的。因为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会很安心。不过你这一副愤怒小鸟的样子看久了，还挺可爱的吧？愤你个头！所以，顾安心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没问题。你好啊，林先生。你好，林太太。听完了，再亲一个呀！再亲一个！等着吧，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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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烟花。小吉，妈妈看看，来往下一点，来试试这边，对，这个是大于等于，这个呢在这儿，懂了吗？我的天哪，你也太会画了吧！这谁教你的？爸爸教你的吗？小吉、小丽，为什么要取这么土的名字啊？哪里土了？小吉、小丽长大了之后就会变成大吉大利，多好的寓意啊！唉，我现在已经开始担心咱俩的孩子了。要是智商随你可怎么办？肯定随我呀，拜托，随你，随我。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你一直都是这样的，你不知道吗？我什么时候这样？就是一直都是。真的很难以想象，我能放下New Way，放下一切，像现在这样做个闲人。所以你就应该好好享受这一天啊！这个叫做险中求胜。你说，林胜真的会相信我们死了吗？他虽然年纪最小，但是他能够隐瞒这么久，说明他的心机和城府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深。林峰的话他只会信一半，另一半他自己会去核实的。那这么说来的话，我们安心的日子也没有几天。那至少我们这次不是一个人呀。对啊，我们在一起。你还挺会接话的嘛，嗯？这不是五哥的超市吗？对啊。你不是说你在家里面待着无聊吗？我跟五哥商量好了，给你准备了一个私人的购物时间。那好吧，那我们就选点吃的带回家。走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冲啊！对，到了，火锅底料。那边那个，你给我看看，啊，就是这个。怎么了？明天就过期了，还有1个小时就到明天了。我们回家的话得半个小时。今晚吃不了火锅了，但我今天就想吃火锅。开动啦！好。不用加那么多，谢谢。
有肉了，我再去拿一点。嗯。我来喽。我忘记拿微醺了。哦，我去拿。哇！干杯！干杯！要不吃点水果吧？早有准备。那，我，凌月，承诺将房子出租，且只租给顾安心小姐，永不涨租，永不售卖。如果有违背合约内容，将视为主动放弃房子的所有权，且房屋归安心小姐所有。你这个合约写的也对你太不公平了吧？我是房东，你要给我租金，很平等啊。就像这个欠条，当初我占了你的便宜，现在到你占一把。谢谢你。这里是我们感情的开始，现在是我们感情的延续。我们会紧紧地抱在一起，再也不会分开了。走，回家。等等，我们现在是正式情侣了，要个晚安吻不过分吧？你早点回去睡吧。那我明天来接你，晚安。晚安。等一下。晚安，晚安，大舅子。谁是你大舅子？走了，回家。走了，他抱我。他喜欢你。哥，消消气。喝口微醺。你跟凌月怎么，你这么轻易就答应跟他在一起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叫做鬼使神差，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是真的爱上他了？哥，我听说了，悠悠跟我说了昨天的事情。她昨天可能是有一点紧张。别用悠悠岔开话题了，你跟凌月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你看到的这么回事。不是哥，凌月他们一家人都很好，除了他那个哥哥林芳，其他人真的很好。哦，就见了一面，你就知道人家好了？看样子你真的陷得太深了。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他的话，我愿意让你们好好试一试。但是答应我一个条件：如果他欺负你了，一定要告诉我。无论如何，不要让自己受委屈。知道，我就知道你最好了。你的手链呢？哦，我出门的时候把它放在盒子里了。你还是带上吧，带上会安心一点。
没关系，现在我已经很少做噩梦了。是吗？干了这么多年，突然有一天就不需要了。什么？没事。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说。嗯。我准备搬回杨梅胡同了。那房子不是卖了吗？是卖了呀，不过新的这个房主呢，还是打算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我这不就赶上了，刚好就遇到了。那要是这个新房东像以前那个房东一样，说赶紧走就赶紧走，怎么办？不会的。我跟这个房主签订了一个特别的协议，不会被赶出来的，你放心吧。这才刚搬进来就要走，你就那么喜欢那边？那边确实是没有你家好，也没有你家住的舒服。不过我真的是习惯了，而且那边有我特别珍贵的回忆。哥，我就搬个家，你不用搞得这么生离死别的吧？你想来看我，你随时都来，我也可以经常过来看你。但是我已经长大了，不能老住在你家。你可以一直住在我家。好了，什么时候搬，我帮你。您好，我来帮安心小姐搬家。艾丽，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辛苦了，谢谢啊。没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林总今天本来打算亲自来的，但突然有个会，所以……不是说好了明天才搬吗？为什么这么突然啊？我看他就是个腹黑男，小心眼。您尽早搬过来，林总这颗悬着的心才能尽早放下来啊。那我先走了。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路上。不用送了。今天会议的内容就这些，大家没有什么补充的话就散会吧。啊？怎么了，安心？总监，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想大家给点意见。没事，那我们一起看看吧。啊，好，耽误大家几分钟。我想做一个九头鸟坠入人间之后的一个故事。我的灵感来自于中国《山海经》中的九头鸟九凤。因为我认为二次元跟中国神话传统这样结合的一个东西，会引领一个新的流行方向。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是我新做的一些人物形象，还有一些概念。这种画风好像不太符合咱们公司的受众啊。是这么说啦，但是我觉得安心这个选题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这种风格的选题受众也太窄了，而且不符合现在青少年的喜欢。你有做过市场调研吗？肯定是没做，这个板块都没有，而且这 PPT 做的也太粗糙了。这个选题啊，咱们公司确实还没尝试过啊，但是我看这个题材还是挺新颖的，也不是不可以做啊。这样，安心，你先更新个实话，看看效果，有没有信心啊？我想试试看。林，哎呀，我今天要加班，你先回去吧。你怎么又要加班呀？老板给你安排工作了？不是，是安排的工作我还没做完。
那你要加班到什么时候啊？我觉得可能得到凌晨吧。你别等我啊！你在下面等我，我都没心情做工作了。你一个女孩加班到凌晨也太不安全了。没事儿，我们公司安保挺好的。哪里好了？我连个保安都没有看到。行了，你就不要啰里吧嗦了，回去吧啊。那我看着你上去。拜拜。拜拜。你怎么还在啊？你不会等了我一晚上吧？怎么会？我哪有那么闲啊？快上车吧。那，把早饭吃了。你吃了吗？哇，多吃点儿。这快点吃，吃完还得上去。还要上班啊？不睡一会儿吗？怎么睡啊？我车上有毯子，你睡一会儿吧。还说没等我，没等我哪来的毯子啊？那你也不看看我是谁？我可是最佳男友。我男朋友真可爱。没刷牙。没事，我也没刷。顾安心，你凭什么这么幸福？顾安心，你一定可以的，别怂。你们都看今天早上9宫星城出来的数据了吧？看了，没想到安心这么厉害，才刚出道10几话就冲到了全网第1，历史第1人呐！什么呀？你不至于连这点水分都看不出来吧？这明显就是买的数据啊！买的全网第1，不可能，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的。一般人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啦。哎，我们这个空降兵背后可是有New Way的总裁啊！传闻是真的。今天早上我还听见老板跟New Way的总裁汇报呢，原始数据根本就没有那么高。没想到，安心背后竟然有这等高山。不然你以为呢？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怎么进来我们公司的？多少作家都进不来呢？这人你说就是有点贪心啊！本来9凤倾城的数据还不错，他非要争个全网第1。不好意思啊，占用了大家的时间。
我虽然是只菜鸟，但是我一定不会买数据。这个事情我会去搞明白的。对不起。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我不应该擅自插手你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不尊重你的行为。我自以为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却从来没有问过你需要什么。你愿意多给我一点时间去学习吗？我以后会尽可能的去体谅你。有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沟通，互相坦诚，好吗？好。你说你不做什么的。我抱着我的全世界，我怎么睡得着？你衣服放在被子里面不穿，是要我帮你穿吗？不用，我可以自己穿。真的不用？真的。真的不用啊？好了吧，都怪你。那我给你道歉。你谋杀亲夫啊？我给你吹一下。哎，正好，刚要找你，你就下来了。那边那个先生找。安心呢？他在换衣服。你听不懂话吗？我在最后好好的跟你说一次，要是敢对安心做什么的话，我要你好看。我也警告你，摆正自己的位置。安心是我的女人，我来负责。你的女人，安心她是我妹妹。这你说了不算。哥，你怎么来了呀？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怎么
搞成这个样子啊？昨天晚上打了你一晚上的电话，你都不接，我都快吓死了。对不起啊，我手机昨天晚上没信号。他没对你做什么吧？他没对我做什么呀？走，我回家。我自己能走。安丽，给我吧。谢谢。林总，哥，顾安生，你自己没有车吗？我车坏了，林总应该不会介意这些小事情吧？安心，我们走吧。我走啦。你就这么走了？拜拜，那我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啊。你怎么了？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不要跟其他男人走那么近。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人了？你昨天……安心，你们昨天……我虽然很不喜欢你，但是你对安心来说是很重要的人。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辜负她的。我不同意。啊！林总，您说顾安生还会阻拦您跟安心小姐吗？我相信安心。哥，最近天气干燥，你得多喝点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昨天不会真的跟他？哥，你真的要跟我讨论这种18禁的话题？多干。对不起嘛。是不是他趁人之危？不是你想的那样。所以你是自愿的。哥，其实你也可以试着了解一下凌月。如果我跟你说做不到了，为什么？你不要对他有这么大的成见，你试着了解一下他。再说了，你们两个又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
跟你说就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你会怎么选？啊？不是哥。好了，你昨天一定没休息好，再去休息会儿吧。我先走了。瓜晨，哎，来，坐，我这擦一下。哦，坐。好。哎，还有这个。嗯，好。哎，西西，你看，等一下倒到这个地方，知道吧？哦。看这个线啊。一个人喝酒容易醉，醉了谁送你回家呀？安心。你长这么帅，怎么让人安心啊？安心。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这些事情你自己要学着去做，好吧？哦，我记住了。不好意思啊，给我来杯清水好吗？喂，怎么了？现在吗？好，那我现在过来。谢谢，走吧。哎，你叫我来就是帮你买单的？啊，我银行卡前2天被锁了，然后微信里面也没有钱了，所以我就只能。你早跟我说，我微信转给你。要不怎么说你长得又帅又聪明呢？你说这么简单问题，我怎么没有想到啊？上帝对我真是太不公平了。还需要什么其他的吗？你身上酒气怎么这么重啊？有朋友约我出去喝酒，因为好久没见了，就多喝了点。那我还一喊你就过来，你也太好了吧！上次你送我回家，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今天又这么麻烦你，我真的是太不好意思。要不这样，作为报答，我请你看电影吧。你不是没带钱吗？我是没带钱，我有电影卡，就是那种报我名字就可以看的那种。你是安心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不用计较这些。那怎么行啊？我许悠悠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你投资我以零食，我报之你以电影，这样才公平嘛。所以，你们之前在一起过？绝对没有，我跟他只是单纯的同学关系，仅此而已。还有照片的事情。照片我知道，那也很明显就是借位啊！我这么聪明的小脑袋瓜还想不明白吗？所以，怕水也是这样吗？怕水的事情，就多亏了我大哥了。只要有你在身边，我就会很安心。上次周宁那组人跳槽后，带走了我们一直研发的 IC 系统，现
现在飞特准备上市了，要发布改良后的 IC 系统。要是他们成功上市的话，那我们的技术在市场上，可真的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林芳大部分的钱都投在了方宇建设，研发这种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成的，他哪来那么多启动资金啊？飞特背后的几位大股东都是集团的人，真的搞不懂，这几位大股东为什么一定要投资飞特呢？看来，他们真的是铁了心了，要跟着林芳走。哼，林芳肯定是承诺了那帮人能有高利益的回报，也做好了瓜分 New Way 红利的准备。走吧，去方宇建设。好。各位叔叔放心，侄子一定不会辜负各位的期望。那我们就都养着林芳走了。哎呦我，别吓死我了你！不是你站我后边不出声干嘛呀你？大哥平时要是没做什么亏心事，有什么可怕的？今天我开心，不跟你计较。你这次下手可真够狠的，双管齐下，既给了New Way重重一击，还趁机拉拢了好几个大股东。不知道你说什么。用凌氏集团的钱来截断New Way的活路，这可真是个好办法。你觉得爸知道了会怎么样？那你就告诉他，反正一直你不就是一个只会告状的鼻涕鬼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他就是知道了也没事儿，正好让他看看我林芳随随便便支援一个小公司就能轻而易举的把你苦心经营的New Way给取而代之。你不是一直说只有电商和科技才能代表凌氏的未来吗？哥就让你看看，到底未来长什么样。你这么急不可耐的想打败我，到底想证明什么？证明我才是凌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而你什么都不是。你就不怕太过贪心，自食恶果？这本来一切都是我的，你不过就是中间分了杯羹。有脸跟我说贪心，可笑！什么后果？什么后果？什么后果？我看你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吗？那就祝大哥你心想事成。不是这小子怎么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啊？搞得我还挺不爽的。都准备好了吗？别让这小子又有机可乘，他就是个壁虎，无孔不入的。您放心，一切都安排好了。啊。娜娜、杰杰、贝贝、小池，你们部门的人跟我去开会。好的。这次的黑客入侵对公司造成了严重的大量重要文件的丢失和泄露，目前公司已经在安排找回，那找回的数据基本上是小于35%的。然后在人才方面，我们也有2个小组已经申请了辞职，需要马上安排有效的人员进入到工作岗位。你这是要谋杀我吗？我这是在做练习。做练习？你怎么来啦？外卖小妹来给你送大虾来了。谢谢你。不客气。走吧。超级新鲜的烤大虾，配上这个乐菊乌龙，真的是绝味。姜姜，闻到香味了吗？哇！
怎么了？你不会没吃过烤虾吧？你试试，哎，你试试就知道了，真的可好吃了。来，我给你示范一下。先去头，去尾。试试。好，我来。我觉得这个虾还没有做好准备被人家吃。怎么样，好吃吗？戴上手套，来。好吃吗？哎，外卖小妹今天任务达标了，我不影响你工作了，我就先回去了。我送你吧。你不用送我，我自己回去就行。不行，你在这等着我啊！我去洗个手，马上就回来，等着我啊！放心，有我，就不抢占加班狗的时间了。快点忙完来找我吧。怎么样了？您放心，一切都安排好了，还有3个小时，菲特的仪式就要开始了。英卫那边有什么动作吗？没什么大的动静。哈，看来我这弟弟是陷在温柔乡里出不来了。林总，您这招声东击西啊，还真是高明。我问你啊，凌月，这次是不是回天乏术了？回天乏术？我帅吗？帅。去推灯。喂。哦。不是那，老板，怎么了？说。菲特刚刚收到了被告通知。什么理由？因为以盗取商业机密为由，向纠纷部发起了诉讼。这么突然？封锁消息，菲特必须正常上市。什么表情？说。恐怕没有办法了，事情发生的太突然，集团股东那边好像都已经收到消息了，正在低价的抛售菲特的股份。这帮沉不住气的老头，一个律师函就按耐不住了。好像是股东们昨晚都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有菲特销售额注水的数据报告，说是我们在给大家开空头支票，承诺的增长率很难得到。马上把外流的股份全部给我购回来，听见了吗？是。进来。林总，恐怕你这股份是买不回来了。什么意思啊？觉得方宇建设买不起？先不说你买不买得起，更重要的是我愿不愿意卖给你。太
他有什么关系？是你。松开！松开！小白，哎，你怕他一个女人？你看林总，保安就算来了也打不过他。这事儿没这么简单，我怎么感觉被下套了？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大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觊觎妞卫很久了吗？我出车祸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吧？拖着我，好让你的菲特崛起，好有时间撬走我的团队，偷走妞卫的核心技术。你早就知道了。你就是故意的！你为了搞垮我，连自己公司的核心技术都愿意白白给我，你真够狠！但你以为你赢了？我看你没了核心技术，公司还能撑多久？我还是菲特的最大股东。大哥，你以为你撬走了我的团队，拿走了 SA 系统，妞卫就会垮掉吗？其实啊，我还要谢谢你。我一直觉得妞卫人员冗余，多亏了你，帮我做人员精简。我一直都有投资海内外优秀的应届生们来进行全自动化的技术研发，目前已卓有成效，已经可以投入建设了。所以那个所谓的 SA 半自动化，不过是你营造出来的假象。原本不是，只是大哥让我提前了计划而已。如果不是你这么冒进贪婪的话，也许你今天就不会输得这么多。还有，如果你再这么贪婪下去，你迟早会被你的野心给吞噬掉的。反正是你赢了。什么风凉话不都让你说吗？林总，你没事吧？喂，哎，刘董，哎，啊不，绝不会像外界传的那样。我们老板他不在，对，他前2天恰好出国了，对。老板怎么办？现在董事们都在找您。能怎么办？我想想，这几天找我的人一律不见。好。喂，周总，哎。对了，林总，纠纷部那边要新的证明。不必了。明白。你来这儿干什么？跟你有关系吗？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一个单身男子在我女友家楼下守着，怎么跟我没关系？而且，这房子是我的，我来看看我房子怎么了？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我哥是来接我的。不好意思，我家里突然有点事儿，我就让我哥哥来接我了。你们玩得开心，下次再约。先走了。走吧。哥，你真的在安心楼下等了他一晚上啊？
没有啊。没有的话，你这么爱干净的人，怎么会连胡子都不刮？啊，剃须刀丢了。怎么了？你还真是不会撒谎，你怎么这么傻？为了安心，守一晚上。哥现在不想聊这个，哥，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小时候了，安心也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不需要你每天守着他了。你不觉得你对他的好都已经有点过分了吗？都不像是哥哥对妹妹，而是……怎么不像哥哥对妹妹了？哥对你不好吗？差远了。回去赶紧把胡子刮了吧，别让妈看见了。知道。作为新人，您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是您之前有预料到的吗？完全没有。其实我就是带着一份单纯的对漫画的喜欢，然后把我心里想的另外一个世界画出来，给我的读者们分享。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和喜欢，其实我自己还挺受宠若惊的。那您现在被称作国漫界的未来，读者对您的期待比之前要多很多，会不会觉得有很大的压力？现在的确是比之前一个人在画室创作的时候要少去很多自由，压力也会有，不过更多的是不想辜负这些喜欢我的人，尽可能的去把压力变成动力。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谢谢合作，谢谢。那我就期待一不小心捡到王爷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我会一直追更的。辛苦了，加油。慢走啊。哎。那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这好不容易回来，多住几天呢？你看你都瘦了。哪儿的话呀，我还胖了3斤。胡说！你身上哪瘦一斤胖斤啊？我看得一清二楚的。不行不行，你这个找女朋友的事情啊，必须提上日程。对，从来没有见过哥把女朋友带回家里。妈，您就别操心这个事儿。什么不操心呢？哎，你看你妹妹跟那个林胜挺好的吧？没有，妈，我跟林胜什么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把他当弟弟看。狡辩还狡辩？什么弟弟呀？他眼睛都快长到你身上去了，还不承认。啊，对了，还有那个安心，跟林月也挺不错的，就你，连个人影都没有。哎，有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发展一下？我跟你爸爸当年就是从朋友到夫妻的。妈，我现在对女孩子真的没兴趣。对女孩子不感兴趣？你不会是？不是，想什么呢？那你为什么不找女朋友啊？除了安心，我没见你跟别的女孩子走近过啊。你总不能跟她谈恋爱吧？哎呀妈，哥才刚从国外回来，还要适应国内的生活，而且这国内外女生的行事风格还不一样。我知道您着急抱孙子，但也给他一些时间吧。先生说的对。反正我不管。你哥哥谈女朋友的事情呢，不能这么拖着了啊！我还盼着早日做奶奶呢。上次跟我一起做指甲那个陈阿姨，她女儿跟你一样的，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长得可漂亮了。哎，我手机上有她照片，要不要看看？真不用了，妈，您现在就别再催这个，行吗？反正我不管，得抽时间去看看。喂，悠悠啊，给你安排了一次相亲，这次你一定得去啊！啊，我不想去啊！不去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妈，嘘。自从我妈以为我和小八分手以后，我电话都要被打爆了。安心，要不你再帮我个忙呗？啊？
坐在那里穿灰衣服，那个就是。悠悠，其实我看这背影，我觉得还不错，你要不要先试试看啊？看背影能看出来什么？再说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实行父母包办婚姻呢？我跟你说，绝对不可以屈服。你现在还不是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要不然也不会来找我们帮忙。嗯，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咱们就按照计划行事。我一走过去，坐下来，一拿起水杯，你们就上。OK， 你放心吧，悠悠，我们一定让他觉得今天感到刺激。老弟来了。悠悠，是你呀！你就是陈阿姨的女儿。我妈说的天津才俊就是你呀！我悠悠的春天要来了，我爱相亲。还好今天是你，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那既然咱们来都来了，就把相亲流程走一下呗。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也就是拍照、旅游、做饭。我也喜欢拍照。我跟你说，我平时给我们家麦丽拍的那些景色照什么，去。许悠悠，你不是说你现在出差吗？背着我来跟这个野男人约会，拿我当什么绿毛龟吗？这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好，哎，到了。你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我现在我就交代。先生，你把那勺先放下来，咱好好说话。先生，谁是先生？你先坐下，等会儿再给你算账。许悠悠，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安心，哥。你听不懂暗号的吗？不是，暗号不就是你一举杯，我们就冲过来吗？我后面都重新暗示了那么多次，不是。再说你们不是才见过吗？哎呀，我以为你是在鼓励我的演技，赞赏我。况且这安生长得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原来是这样，这样也好。我之前一直愁着怎么跟我爸妈说这件事情，是悠悠的话，那就好办了。既然我们两个都不想相亲，各自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就好了。只是煮熟的鸭子送到嘴边啊，可不能给飞了。姐妹，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呀。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你跟悠悠真是很有缘啊，这种事儿都能凑到一块儿，是吧？确实很巧。哥，这悠悠怎么说也是个优质女嘉宾，对吧？要不然，这种事你别跟着瞎嚷啊！一定是害羞了，你委婉点，迂回战术。收到 ，over。我突然想起来，你们都是被家里逼婚，这事要是黄了，回家肯定也逃不过父母的魔掌，是吧，悠悠？我想了一下，要不然你们可以合作一下，彻底实现这个婚姻自由化。怎么合作啊？假装情侣。这样对悠悠不好吧？特别好。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你帮忙的话，我就不用饱受我爸妈折磨了。那你觉得呢？特别好。好。原来是你。
喂。啊，是妈，我跟悠悠一起。见到悠悠那一刻起，我就感觉到爱情来了。哎，是你放心吧，妈。好，我回去跟你说。那我先挂了。完美，这个我也赶紧发一个经我妈可见的朋友圈。你要配那种父母最喜欢的文案，就比如说有一些这样的表情，微笑之类的。玫瑰花，可以。哎呀，快点儿！哥，我突然想起来，我跟赵磊还有事情要聊，要不然你就先帮忙送悠悠回家吧。什么事儿啊？不是有方案要聊吗？啊，对，方案。哎，你们先走。南希，你又瘦了，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我有好好吃饭。我这种外卖女孩怎么可能吃饭难得到我呢？赶紧去吧，赶紧去吧。光吃外卖怎么行啊？哥，你就不要再碎碎念了，操心你自己的人生大事吧。快去，快去。你就这么想撮合我跟悠悠吗？就这么想撮合。每个月黑风高夜的时候，我都会想，我这么完美的哥哥，居然还是孤家寡人一个的时候，我的心就隐隐作痛。快去，快去！哎，快去！拜拜！加油啊！有什么好害怕的？哎，那不是西北蓊禅吗？哦，真的是见到活的了！我的妈呀！西北蓊禅！我可以要给你的签名吗？我超想你的漫画的。还有我也是。好啊。长安姐姐，可不可以加更啊？完全不够追啊！就是啊，最后一定不要烂尾啊！我说什么呢？怎么可能烂尾？你干什么？给我出来！你们两个先出去吧。好的。六月，你跟希儿的绯闻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无中生有。是无中生有还是欲盖弥彰？你自己很清楚吧？没有不透风的墙。要真的什么都没有，新闻是哪儿来的？哪里来的新闻？其实也不是新闻，八卦。现在是你们最需要我们顾家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你们会先利用安心，然后又利用我们家心儿？顾安生，我特别好奇，你为什么总是盯着我不放呢？我为什么盯着你不放？你林总杀伐果决、做事不择手段，在这个行业里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你说的没错，我是杀伐果决，但没有不择手段。要说不择手段，还得是你们家顾老爷子吧？我不需要靠别人，也不用你费心。安生，要听他这么说，我们是不是误会他了呀？你给我听好了，你跟希儿的关系在外人眼里永远是不清不楚的，但凡有点风吹草动，就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但你想想安心，对安心来说这就是伤害。如果你不能好好保护她，我会的。顾安生，你只是安心的哥哥。你凭什么替我来保护我的女朋友啊？你再让她受伤一次，我会把她抢回来的。那你就试试有没有这个本事吧。
们俩这是在干什么呀？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说清楚就算了。安生，都解释清楚了，我们就走吧。安生。怎么了？之前说你有喜欢的人，你表白了吗？还没啊。或许你喜欢的那个人我也认识吗？怎么突然问这个？你喜欢的人是安心吗？不管你喜欢的人是谁，反正我喜欢的人是你。悠悠，对不起啊，我一直以为……这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呀？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我说出来以后，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那，你上车吧，我送你回去。不了，我自己能回去。一个人回去不太安全吧？我还是送你回去吧。别了，你对我一个单身的小姑娘这么好，我会误会的。快回去吧。安心看了报道还不知道怎么想的，你回去陪陪她。那我先回去了，你到家之后给我个消息。我都挂了，你干嘛非要打？什么？手机没电了从充？你手机没电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难受呢。什么？什么见面会？我爱豆人呢？我充电宝呢？你这装备还挺齐全的。那是我可是专业的。谢了，拜拜。大家都等久了吧？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亚洲音乐小王子麦克登场。萨瓦迪卡！我爱你们。好，今天的签售会就正式开始，有请麦克入座。今天的签售会就到这里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欢送麦克。没事吧？怎么？啊，怕你忙着追星，忘了人间烟火吃不上饭，给你带了吃的。
你一直在等我吗？啊哈，哦对，还有这个，我先帮你拿着吧。我脸上有什么吗？有啊。啥呀？有点可爱。我这是被撩了吗？还在忙吗？记得吃饭呀。你怎么来了？我跟他来吗？是有什么事情吗？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来看看，你这地方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月哥哥流连忘返呢？看来是我想太多了。你这里除了一股群酸味儿，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可能他只是一时之间觉得新鲜吧。话说的这么难听，你还是那个有礼貌的顾小姐吗？不过也对，你本来就是这么一个嫉妒又无可奈何的人。嫉妒？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你见不得人的身份。请你出去。你凭什么让我出去呢？凭什么？凭我是这家的主人，我就有权利让你出去。主人？谁是这儿的主人还两说呢吧？我记得这个房子是月哥哥租给你的吧？不过也对，你就是这么爱反客为主。我告诉你啊，这个房子的确是林月买的，不过我有按法律每个月交房租，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我有权利让你出去。这么遵纪守法的人，怎么会因为故意伤人而被学校除名呢？跟你没关系。你这么牙尖利嘴的，月哥哥知道吗？你的月哥哥就是喜欢我这么牙尖利嘴的，不像你，当着一面背着一面，就挺虚伪的。喜欢有什么用呢？你的感情对他来说有什么价值呢？他现在出了事，你能凭着这份喜欢帮助到他吗？你的喜欢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累赘。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也都是因为你才白白断送掉的。你什么意思？这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本来就是月哥哥的，为什么在他出了事故以后就突然不是了？你没有想过原因吗？你到底想说什么？都这样了，你还不知道？你以为他跟你在世外桃源浓情蜜意谈恋爱就不需要付出一点代价吗？就是因为他被你的琐事绊住了脚，惹怒了林伯伯，才失去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网上我和林月的传闻，你都看到了吧？那是假的，我相信他。真的？假的？有那么重要吗？重要的是，我才是唯一能够帮助林月的人，这一点你心知肚明，不是吗？没错，他现在心里只有你，所以一直不肯接受我的帮助。可是你知不知道，林月把 New Way 建立成今天这个样子，他花了多少心血 ？New Way 有多强大，林月在林氏集团的地位就有多高。New Way 一旦垮了，人人都会嘲笑他，他又会从高处跌落到谷底，
成为那个人人口中只会靠着父亲的养子。你难道就忍心看着他这么骄傲的一个人为了你，放弃这一切吗？就算我离开了，林月他会选择你吗？他选不选择我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离开。心儿，别说了。怎么了，哥？又想来插一脚？有什么事情我回家说。回家？你还知道哪个才是你的家吗？别闹了，过几天就回去了。哥，我才是你的亲妹妹。安心爱吃的这家甜品店，我也爱吃，你知道吗？但是哥，你从来没有想过，也给我带一份回来。你的心里只有这个外来的妹妹。心儿，你和安心对我来说一样重要。和别人一样的东西，我不要。安心，你还好吗？我没事儿，哥，你回去吧。明明就很伤心，什么时候开始跟我也要逞强了？离开他吧，我不忍心你一个人承受这些伤害。为什么你总是要让我离开我爱的人呢？我不能给你幸福吗？我就是担心你。没事儿的，哥，不用担心。网上的事情都是假的，我也不会相信的。你回去早点休息啊，我也累了，晚安。晚安。这是限量版的漫画吗？这本超难买的。你喜欢吗？喜欢。欢迎回家。你那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啊？你一直抱着。那是悠悠送的，他说什么同居礼物、最强装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打游戏用的吗？应该是的。最强装备，要不你装备一下？要不你装备一下吧，这个适合。我跟你讲啊，虽然我们现在是同居了，但是，你饿了？嗯，我去给你做好吃的。不用，我们去便利店买吧，我请客。
买2送2，2、4，刚好4打。保质期还可以。那你先在这里逛一下，我去一下那边。啊，去吧。0411。房门的密码是0411。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录一个指纹。很方便。为什么是这个？也不是我俩的生日，难道是他妈妈的生日？哼。这些都是在便利店买的。对啊，怎么样？是不是堪比米其林大厨啊？以后我就在家里给你做，你就只给我米其林餐厅1半的钱，划算吗？你说，钱跟我，你更爱哪一个？大概，可能 ，maybe， 应该是你。你在哪儿学的这些？我哥教我的呀，以前在家里经常做，因为方便嘛。味道也就一般吧。一般吗？不是吧？就提了一下我哥而已，突然气到离席了还？我看看，烫哪儿了？笨蛋，都烫红了。好了，寿喜锅里要不要帮你加点醋啊？我看你挺喜欢吃的。不用。用吧。不用。用。不用。用的。喂。悠悠。安生，你是想打听安心的事情吧？也想问问你好不好？放心吧，我们都很好。安心更是小日子滋润的很，她都和林月住在一起了。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他们住在一起了。挺好的，挺好的。我亲耳听到就放心了。那就先这样了，我还要去工作，随时联系哦。拜拜。拜拜。我都听到了，我还是小瞧了安心的手段。心儿，你跟凌月的事情跟安心没有关系，跟他没有关系。如果没有顾安心，我和林月哥哥早都已经在一起了。还有你，哥，你这么优秀，多少女孩上赶着追你，你为什么偏偏对他那么死心眼呢？那你跟凌月呢？没有安心，我和林月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心儿，这不是喜欢，这是不甘心。
努力在感情里是没有用的。你哥我就是个失败的例子。我不会失败。我相信林月，我也相信我跟他一起这么多年的感情，他会想明白，谁一直陪着他，谁有资格站在他的身边，那个人一定是我。星儿，感情这个东西它不是用时间衡量的。我不会放弃的。喂，背着我跟谁打电话呢？还这么意犹未尽。以后住在一起了呢，你要是有什么不自在，就告诉我。又不是第一次住在一起了，有什么不自在的？当然，有了一次的经验呢，之后会做得更好。你给我的不是经验，那个叫魔鬼体验。那我们就把之前没有做好的、没有做完的都补上，好吗？这是什么？这个是心脏检测仪，戴上这个呢，睡觉的时候就能保证你的安全。如果有什么异常，它就会打给亲密联系人。亲密联系人应该是你吧？那我们两个人都有异常怎么办？那他就会打给医院。你心跳怎么这么快？没事吧？你不会是在想什么五光十色、少儿不宜的内容吧？我没有，我没有。你想什么呢？能不能给你男人一点信任啊，郭安心小姐？那你以后能不能也多信任我，让我成为你安全感的来源，而不是这些？好，睡吧。
安心，是谁啊？啊，那个你的快递我给你放在门口了。好，谢谢。什么快递呀，还要寄到家里来？哎，不行不行不行，误会才孝顺呢。说好的彼此的信任呢？哎，你说我们要买点什么类型的家具啊？安全系数最高的。应该买物美价最廉的。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双人大床啊？好啊。想以你的手中的青睐，首先要去了解他们。你还好吗？你确定你这样能做汇报？我很好啊，我又不是因为紧张。看出来了。我认为90后他们更需要能够接受这样。哎，干嘛？你醒醒啊！你挤的牙膏是我的洗面奶。大家好，大家好。你在笑什么？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设计挺好的。当然好啦，成双成对的。哎，行了行了，师傅你就在这块停吧。这位乘客，你的目的地还没到呢。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到啊！要是被人看到我们俩一起下车，不就破功了？你就在这放下，我自己能走过去。傻瓜，我送你到下个路口，好吗？想要赢得受众的青睐，首先要去了解他们。我把受众的目标定在了独居的90后，因为我认为90后更加能够接受这样 Q 版的形象。我们可以借力让全新的形象推向我们的秋季市场，来巩固、来强化我们的主题，温馨陪伴，独一无二。品牌形象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呀？意在商业用途和品牌宣传。但是现在这个设计跟我们 New Way 的新理念极其不符。用户定位是精准到位的，但是实际设计的这个形象有点过于低幼，恐怕难以契合 New Way 的时尚感。确实，这些备选概念形象切入点缺乏新鲜感，有同类企业同质化雷同趋势，受众接受和针对人群的理念传播力到达率较弱。实在是抱歉，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不过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提的意见，我们都是会采纳的。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下一次能够反馈到很好的设计给大家。都发言完了吧？这次只是初次评定，了解了彼此的诉求之后，相信您方可以提供更好的设计方案。散会。等一下，请贵方的主要设计师留步，我有一些意见要和你单独讨论一下。还好吗？不好，信息太多了，有点饱和。不过消化消化也能行。只是初次评定而已，还要看最终的汇报结果。你刚刚没看到他们的反应啊？没戏了。还有时间。在这之前呢，我可以给你一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比如。我不想走后门，我现在只是一点点的状态，等我真的达到了终极状态的时候，会给你惊喜的。
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对不起，林总，不发音叫醒你方了，对不起，对不起，快走啊！好了，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平常心就好了。你放心吧，我绝对是活力值最充沛的一方，你就等着看吧。好，我相信你。怎么办？画不出来。慢慢来，会有办法的。要不你再看看参考？要不你帮帮我吧？我？好，别动啊。我让你别动，你不要在后面偷偷的动。你把这些贴在画板上，不一样吗？粘在你身上，我更有灵感一些。行，就这样，别动啊。我就是说嘛，还是得实地考察，具体的看到了企业文化之后，这样呢，我的设计才会更加的有真实感。看来这次你一定会很顺利的。我会加油的，你去忙你的就行。好，那把这个给你。这是什么？对讲机，也是我们公司的特色。这是谁设计的？当然是林总了。有他的特色。行了，你去忙吧。好，有事找我。喂，对讲机。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些？这哪里是公司啊，简直是凌月大型粉丝后援团。你是负责企业形象的设计师吗？不好意思，打扰到您工作了是吗？没有，听说你前几天被骂得挺惨的。没事儿，越挫越勇，很正常。哎，你可不要误会我们林总，我们林总可是我们 B2M、B2C 的偶像。什么 2M？ 这你别管，总之，我们林总真的是太有魅力了。林总做事情啊，总是雷厉风行，而且还很帅。冒昧的问一句啊，你谈恋爱了吗？没有，我一直单身。你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我不是。请访客安心小姐来一趟公司茶水间。茶水间？艾丽找您。有人吗？怎么是你啊？我明明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对不起啊，对不起。你下手这么重，你想谋杀亲夫啊？谁让你鬼鬼祟祟的吓我一跳？对不起啊。明明是你嘛，跟别的男生聊那么欢。New Way的总裁居然偷听别人讲话。那你男朋友随便搭讪你着不着急啊？不是，我是怕他爱上你。
有的人看起来冷如冰山，实际上背地里搞定了男女老少，让人怪不放心的。你吃醋了？哪有？哎呀，消消气，别冲动。我们老板呢，刚认识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时间久了，发现他能力还是很强，人还是很不错的，一定是误会，没事的。看来公司的安保系统该升级了。我明白，这次确实是我太冲动了。你有这样的老板，我也觉得你挺为难的，真的。会习惯的。忙去吧。怎么了？烫到了！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来，疼吗？做好了啊。这要是你一个人住啊，肯定每天都要磕磕碰碰的。你这要是一个人住啊，可能还不如我。那就说明呢，我们俩谁都离不开谁。哎，没事儿，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甲方建议你上好药，立刻休息。这么温暖惜才的甲方，真是让我有一种想要长期合作、保留住心动的感觉。好。哎，你不用抱我。这是甲方在履行保护乙方的责任。走，睡觉。我吵醒你了。安心，你怎么来了？想你我就来了。我给你带了便当，你要不要看看？酱。你做的这么可爱，我都舍不得吃了。
你以后要是表现得好呢，我就给你奖励，因为我有独家秘籍。从哪儿学的？小时候我跟我哥就是做这个互相奖励。那我以后天天都要吃这个。天天吃了有什么特别啊？我明明没有放醋，但是有的人呢，好像还吃了飞醋，为什么呢？不要不开心啊！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5G 加物流仓凌霄计划，看起来好高级，好便捷啊！它就是我成立 New Way 的初衷。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真正的科技便捷人们的生活和出行。你这个想法好棒！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但如今它要发布了，我却有点紧张和不安。林远，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的，而你找到了目标在奋斗，而且做得这么的好，你就是幸运星本星啊！所以呢，你什么都不要想，大胆的做就好了。大不了我养你。那我就靠你养我了。好。林总，您看一下这个。我们顾氏集团正在重新考量 B2C 自营，同时我们也在重塑我们的物流自建价值进程中。我们与国内的多家知名企业形成了独家战略合作，率先在国内注册运行我们的5G 加物流仓业务，提出的安行计划将引领电商时代的新格局。这个安行计划，无论是从营销手段还是主要技术，都跟我们的凌霄计划如出一辙。凌霄计划那边有什么动向？大部分的投资商都已经开始撤资了。召开紧急会议，启动1级预警方案。顾总，安行计划发布以后，顾氏股票强势飙升，收盘涨超20%，咱们驿站也能跟着获益。他已经下了一步险棋了，就看接下来的成效能不能达到预期。截至昨天到今天，我们已经亏损了2个亿，我们旗下的公司20多家面临倒闭，目前形势比较紧张。这是我们的股票从2015年到现在的最低谷期。刚接到大量分销商的大规模退单，包括王总在内，有很多投资方选择了撤资，连凌氏集团的股价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集团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人都来了，看样子大事不妙啊！是啊，那一夜之间投资方撤资了10几个亿啊，现在股价暴跌，太可怕了。作为公司的实际管理者，这次是因为你针对凌霄计划的错误判断和风险管理不当，致公司出现重大损失，经集团董事会决定，暂时撤销你New Way的管理权。从公司长远的发展角度考虑，而不得已做出的决定。会后，股东会有权限制你公司的邮箱、服务器权限、出入权限和工作内的移动数据。New Way还没有到无力回天的地步，你们就让我舍弃New Way自保，这是老爷子的指令吗？不，这是我们整个董事会的决定，而且我们是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我们一致认为这是目前降低风险的最好办法。林总，舍小才能保全大局，不要因为一个New Way伤害到整个集团的利益。安心，安心，你快过来看，又怎么了？你家爱豆又被黑了？这次是你家爱的。嗯？这到底是谁干的？你先别着急啊，我先登一个小号给你下场反击。这么多的攻击，一篇一篇回是回不了的，反而还会引起更大的负面影响。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找到黑子的源头和目的。那源头搞不好就是顾氏呗，毕竟现在林家倒台，他们是最大的受益方啊。
回来了，辛苦了。你又等我到这么晚啊？好几天都没看到你了，想等你一起睡。对不起啊，我最近太忙了。最近公司是出什么事情了吗？没有，我就是太忙了。真的没有吗？你都瘦了一圈了。放心吧，真的没事儿。那你去泡个澡吧，早点睡。好。那源头搞不好就是顾氏呗，毕竟现在林家岛台他们是最大的受益方啊。艾哥，就在我们经常见的那家候鸟咖啡厅。好，到时候见。我们很久没有约出来见面了。哥，你真的在攻击New Way吗？你是为了他才出来见我的？说实话，是的，我是很想搞垮New Way。如果不是他的话，现在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不择手段的人。安心，我不要你这种相信，你这种相信已经让我痛苦太久了。我只想要你回来我身边，好吗？林月已经撑不了多久了，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哥，这是两码事。林月她就算是一无所有，我还是会一直陪着她的。难道我连一个机会都没有吗？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最亲近的亲人，我的哥哥，仅此而已。不要再跟林月斗了。安心，落子无悔。林月现在的局面只能怪她自己判断失误，怪不得别人。既然如此，我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最后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我走了。所以不管这个人伤害你多少次，只要他需要你，你就会不顾一切的跑过去，是吗？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也需要你？对不起啊，哥，我现在有点懵。我们都冷静一下吧。为什么总是要让我离开我爱的人啊？我不能给你幸福吗？我也警告你，安心是我的女人，我来负责。凌月，因为现在的局面完全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我知道你输了不好受，但我万万没想到你会让安心出来跟我谈。安心真的去找你了？不用跟我装傻。凌月，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来对付你，赢不了。我是顾安心的哥哥。你还要解释什么？解释你怎么在我两个妹妹之间摇摆不定吗？哥，走。你别。这位林总口口声声说要见你，是
是无中生有，还是欲盖弥彰？你自己心里清楚的很。你再让他受伤一次，我会把他抢回来。